的 EMF 一直在闪哦。啊，确实在闪。我听到一个声音耶。有一个女生的声音。有没有听到声音？我后面这屋子那门会自己关哎。第二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我们的艺人、素人，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信不信由你。每一次呢，听到呢老人家告诉我说，哎，记得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来，就意味着我要出国旅行啦。那出国旅行呢，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哦。可是呢，每一次入住酒店，在晚上的时候，有人拉你的被子，或者是在你耳边吹气，甚至是听到水龙头开启的声音，你就知道酒店闹鬼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YC 老师，我想你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吧？对对，那么我本身出国也有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这个酒店的房间里面。是，为什么酒店特别容易有鬼啊？住的人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嘛，有些可能搭了长途飞机过来，精神状态也并不是非常好，所以产生的幻觉也不一定。如果你在酒店里头遇到鬼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这个人有一些信仰的话，我觉得用他们的信仰给他们一些信心、一些保佑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而且在房间里面遇到，我觉得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退房，换一个房间。因为无论是自己有的幻觉还是真的，已经造成一些困扰了。那如果真的换不了房间呢？就宁可在大厅坐着，不然的话呢，就可以出去外面转一圈，走一走，让心情平复下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入住酒店之前呢，先敲一下门，然后呢讲，不好意思啊，借住几天呢，可能也让自己比较心安一点。而今天呢，我们的两位特别嘉宾呢，其中一位呢是知名音乐人，所以呢，他常常呢有机会出国，然后呢入住酒店。另外一位呢是生意人，也是常常有机会出国入住酒店。他们肯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马上去载他们喽。我们的两位特别嘉宾分别呢是洪俊阳还有 Ivan。我们四位帅气的男生要和你呢分享的就是在酒店呢遇到的灵异事件。首先就是我旁边这位帅得不得了的，哎呀，洪俊阳 ，Hello， 大家好 ，Hello， 重庆大哥。那么另外一位特别嘉宾呢，他是个生意人 ，Ivan，Hello。我们先请俊阳来分享，住进酒店的鬼故事。我在国外 ，OK， 然后就去西安嘛，然后西安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古迹嘛，我去了那个古迹啊，陪他看的时候呢，我回来下午就睡个午觉，因为那时候我是有一个室友嘛，所以有2个单人床这样嘛，结果我睡午觉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惊醒了，我惊醒之后，我发现我被压了，然后压到那种我差点喘不过气，然后手脚都不能动，可是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我就看到它 perpendicular to connect the two beds， 那个东西是全身白，然后真的是我看到他的手脚也是白白的，但不是那种很均匀的白。我开始很慌，结果他就在房间飞，哇，他飞哦，飞，然后我真的是在那边这样，什么都不能做，我就在那边看着这样飞，到最后啊，他直接在那个床角
他这样上来哇，你 feel 到他吗？ ，feel 到压着你吗？ ，feel 到，我是完全 feel 到的。跑到胸前哦，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我是有跟他对到眼睛的，他的眼睛是完全是血红的 ，full red blood。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呼吸，他的有声音的。所以我记得我太太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啊，如果有遇到什么东西啊不好的啊，就讲这个咯。结果我讲，我是 repeat， I say， 哎，我 Jesus is bigger than you 哦。后来哦，他才开始萎缩，他就开始慢慢萎缩，他才慢慢消失，然后我才 manage to break。even 他消失了，我还 take me some time， 我才可以 break free 的。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哦，我跟你讲 ，at least a good 10 minutes。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 worst ever in my life。我没有想到你会呈现出一个这么恐怖的故事。我刚才听你的故事，我已经好几次起鸡皮疙瘩，汗毛竖起。我们这么多集以来，你是第一位说他们飞来飞去。对啊，我觉得，因为居然他提出了几个重点，就是整个过程至少都有10来分钟，然后是他，你看他的周围的环境都很明亮，而且他的感官，他有视觉，他有听觉，他还有感受到整个氛围，我一向来都觉得，如果一个灵体可以在你的周围做出那么多动作，10来分钟，他不是单单吓你而已，我觉得他的目的，他真的要进入他的身体，可是进不到，进不到，我觉得他很幸运，而且我深信哦，是我早上就是因为去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古迹就是那个古迹是 DC 的那种古迹耶，本来就是死了很多人的一个地方嘛，maybe 他就是 follow me back or something like that。我老师，我问你，如果那时候真的是进去啊，what will happen actually？当然，他想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我们人也有灵魂的嘛，也会形成一个抗拒，好像比如说病毒要进入你身体，你的免疫系统会跟它抗拒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过程。感觉是好像阶段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的，阳气够重。那 Ivan 呢 ？Ivan， 你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看得到的，对吗？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就是第一次有这个看得到的经验，是要陪我的美国籍朋友一起去北京看长城。饭店其实订得挺好的，然后可是因为班机的时间很晚，所以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已经是凌晨，柜台才说哦，其实这个 deluxe 的房间已经都分配完了，那我就让你upgrade。可是 upgrade 到一个 executive suite， 它是有客厅，然后它也有房间，然后也有一个很大的浴室。我就觉得，哎，哇，是不是我运气很好啊 ？check in 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嘛。是去看了长城过后，回到饭店的时候，就朋友洋人朋友，他很累了，他没有梳洗，直接睡。我就想要 relax， 坐在床上想要休息的时候，还没有睡觉，然后那个灯全都是开着的，突然间听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崩塌的一个倒塌的一个巨响，就是感觉那个耳膜都快要破掉的感觉，非常大声。我就整个人弹起来，然后往前看的时候，从那个走廊的那一处就有一个男影子，穿着工人服的，从那个衣柜的走廊往前蹦是用跑的，就感觉好像逃命这样子。然后往我朋友旁边往下往地板这样子钻下去。第1分钟我没有任何反应，我也没有就是感觉不到那个怕的感觉，只是太突然了。然后我等了差不多半分钟，我就决定把我朋友叫醒。我就跟他说，应该不是进贼吧？然后他起来了过后，他想要去看一下客厅啊什么的回来，然后就说这个饭店其实刚建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建筑过程当中有一些意外，工人然后可能灵魂没被超度好，还是困在那个空间。其实饭店有鬼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而我们现在呢，已经要到我们的目的地。这个地方呢，是一间废弃的酒店，就在这个你我熟悉的度假胜地。哎呦，今天这个地方好恐怖哦。OK， 所以等一下呢，这里有
咖啡厅啦、reception 啦、lobby 啦，都希望你们可以去窥探一下。先拿你们的任务卡啊，看你们抽到的是哪一个。OK， 来哦。仪器方面呢，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探灵的仪器，比如说这个很经典的 EMF， 探测周围的磁场。那还有这个就是探测周围的温度，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探测周围的这个气温。还有这个幽灵盒 Spirit Box， 通过这个仪器，或许可以探测到他们要跟我们要的这个讲话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探索的时候，就真的要在一起，不要独自的一个人走开。可能是有人要跟你突然间招手，千万不要一个人走过去，要跟我们讲，我们一起走过去。即便你看到导播跟你招手，也不要过去，因为很可能不是导播。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好，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是长这样哦。你看哦，是这样哎。我们现在往这边走哎。重庆大哥，我对这种建筑，而且又一片黑暗，我是非常有恐惧的。哎，志阳，你的 EMF 一直在闪哦。啊？我现在开始可以耶。对，诶，确实在闪，确实在闪哦。闪得挺快的。就对，有点不寻常。你拿出来，你有干嘛？别怕，别怕，别怕。OK，哎，没了，没事了，没事了。定了，停了。感觉上这里好像是以前的酒店的大厅。你看它的装潢，它的整个建筑，我们不能够进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外面，因为这个是玻璃门，可以看。哦不然这样好不好？有这里在你这里去一个你比较有感觉的地方，你就做你的第一个任务，好不好？你们有在我们周围吗？你们现在有在这里？听到吗？啊！我听到个声音耶！有一个有声音，有一个女生的声音，然后没有了。我听到一个声音耶！我没有戴耳机，我都听。有一个青少年少女的声音，比较明确。你几岁？刚才是好像说7岁，小女生哦。小女生。我们今天这样来，有干扰到你吗？有打扰到你吗？如果没有干扰到你，希望你也 OK。有感觉是有干扰到。哦，对不起，so sorry。但是不是生气的， OK， 好，那对不起啊，打扰到你了。只是好奇而已。我们应该要结束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结束。哦，没有。哦 ，OK，你 OK 吗？可以啊，可以 OK。掺杂了很多杂音，但是就是也是有很明确。第一个声音是很大声的，它是从你耳机里面跑出来的，是我完全是。那这里呢，除了刚才你们听到7岁小女孩的声音的这个地方，对面啦，往前走啊，还是有其他的建筑物，都是很古老的建筑物。那不介意的话，你们就去继续探险一下，好不好？ What is this？ 哦，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铁闸，哇，还有一个桥，你看。这边的建筑要么就是英国人留下来，要么就是以前是军营。军营哦。对，然后可能2战的时候有一些用途。哦，哇。然后有一段时间，一些建筑拿来改造成酒店，一些饭店。对，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问一些问题的。现在虽然是空出来了，里面还是有很多住客吗？我转了一下，我们可以继续问。我的俊阳，你有感觉 not very good 了。你问了就起风了，你看那些树叶，看到吗？还在吹，非常的大动。对啊，重庆大哥，听到吗？听到，听到。我觉得要有感觉的话，要更有感觉，你们再往上走一点了。啊，再往上啊？还往上啊？这边呢是被封起来的，对，虽然其实离屋子的距离其实相当的靠近，对，但是这个感觉就是状态更加比较差一点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拿着蜡烛。是，那个风真的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刚好要点蜡烛的时候就开始起风了。真的是不要让我们点。OK， 这个是强的。OK， 蜡烛。来，赶快问问题。因为很多英军住在这里哦，所以可能可以用英语来问。 Sorry for intruding. Just want to say hi and 继续。哎，灭了。灭了，没关系。没事，我们继续。再问。 Are you guys like in this area? You know, cause somehow rather I feel that there's some things at the tree, cause the tree is like making me not feeling very good. I mean, if you guys are in the area, especially at the tree facing us, There is some reaction. Oh, are all of you paying attention to us now? 哇，我听到有人讲话哦，那个我听到 Spirit Box。应该不是有人讲话吗？有讲英文。其实，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一直在跳，一直在跳。我这里起很大的风，你们那里呢？我也是很大啊，而且这边让我觉得那个湿气很重。这里感觉是好像有一点想要处理事情的感觉比较重。要往前走。如果再往前，就可能想要处理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会更重了。走吧，走吧，我们走看看。我是觉得我们不要继续走了，你们回来吧。就回去吧。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叫你们回来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酒店嘛。对。所以当你们上去那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奇怪，开始刮大风，然后又不肯让你们点那个蜡烛，而且我一直对那棵大树真的觉得很不妙。我一叫你们下来，有没有发现？风停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部分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马上要去做。俊阳抽到的。我这样背对，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你们有没有发现又起风了？对啊，风很大啊！你看那个桌布都已经在飞哎，蜡烛的火都已经灭掉了，蜡烛的火都没了。好，那现在就要快点做任务了。OK， 来 ，OK。什么声音啊？听到吗？我背后的建筑哦，是空无一人的，可是我在这里已经听了很多声音了。我后面这屋子那门会自己关哎。又来了，你没有听到声音吗？是起风啊？有一个很大声的声音，听到吗？没有听。没有没？没有。你们没有听到？没有。你没有听到？没有哎。好。Hello， 你好。刚刚我们其实也好像路过这里，也经过这里，又在跟你打声招呼。我们又准备了东西给大家吃，包括也有给你吃。在我对面的这一盘是给你吃的，希望这个可以让你很开心。你也可以同样的邀请他们。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慢慢享用。有反应。对，它确实是在这。对，是我们一说完的过后，确实是有一点反应的。好，你继续 enjoy， 继续吃，然后 you know， 你是刚才我们有接触到的那位7岁的小朋友吗？如果是的话，你给我们一个暗示啊，比如说 EMF 变红啊，就很明确暗示让我们知道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对，就是有反应，就是。请问一下，这个7岁的这个女孩还在这附近吗？然后你这里是不是属于你长期待着的地方？然后我看她会很快的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请问你们过来吃了吗？给我们一个圣杯，我们就知道你其实已经来了。你们其实已经来这里吃了。是一丢就是圣杯了。他们到了。来了。然后突然间就背景声开始就，感觉是好像要下雨了。你喜欢今天的食物吗？还满意吗？还满意吗？
也是对，完你圣杯 OK。。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待了好几位？都是圣杯。是你们在这里是不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不是现在是不是在打扰你呢？不是，不是，你们希望我们离开吗？希望。希望。没有打扰到他们哦，但是他们也希望我们离开了。对好，谢谢。我就离开这里吧。我们就离开这里吗？好好好 ，OK，好。我觉得他们是蛮友善的，那么然后他们真的是不介意我们在这边，但是可能某种因素，他们觉得我们也不方便在这边逗留太久。对，而且艾文问题越问越多的时候，那个风越刮越大，然后那个，然后现在甚至下雨了。可能要我们离开的原因也是因为开始要刮大风下雨了，所以也可能是出自于好意，对也不一定。对对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对，but 我真的刚才背对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重庆客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出这招。没有，我觉得今天有太多的凑巧了。就是你们一开始这个烛光晚餐的时候就刮大风，下起雨来。你看现在，天不作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赶快上去那个总部好不好？至少不用淋雨。我跟你说啊，我们拍了那么多集下来啊，从来没有一集呢是有那么多的凑巧跟吻合的。刚才你的圣杯也太多次圣杯了。所以给我的感觉是，这个7岁的小女孩她是很单纯的。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咯。对，我后面的废弃的酒店，一直有声音。我刚才就是问你啊，你说你有没有听到声音？你之后你没听到哎。正在烧香的时候，照相的时候，对，居然我就看到就感觉有很多声音在后面。哇，这个挺大声的。现在没有刮风哦，对，可是我们听到了。在哪一刻你是觉得最害怕的，俊阳？我在点那个香的时候，因为我边点那个风越大啊，你有发现吗？是然后我还看到一只老鹰在上面一直飞，它是飞。是老鹰，我觉得是蝙蝠可能。哇，反正就很大一只就对了。对，然后因为我背对嘛，所以我超没有安全感的。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所以我那一刹那真的让我觉得哇。那 Ivan 呢？哪一刻你觉得感觉最强的？就是一直有圣杯的那个连续有圣杯的那个感觉是最强烈。你看我离你一段距离，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磁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是算是认得，没有侵略性，比较是单纯的那种感觉，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像怀斯老师说的，非常友善。对，我觉得如你所说，这太多的这个巧合了。有一个问题就问到说，他们是不是长期在这边的？是，答案是不是？是，就我觉得是很多的过路的，他们都来到了这里，可能是这个7岁的小女孩叫他们来的，也说不定。接近凌晨2点，也许我们真的该结束了。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酒店有鬼，但是我想呢，如果每一个人呢有很强的正能量，平时多做一点善事，入住酒店是不会害怕的，因为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